亲情长相守，真情在人间。大家好，我是秋兰，欢迎观看《真情人间》。宋延彻因为爱上了保姆的女儿苏楠，所以果断选择跟我解除婚约。他说，苏楠一无所有，也正是因为如此，对他的爱才显得那样纯粹。我点头，祝他幸福，并眼睁睁看着宋延彻豪掷千金娶她进门。1年后，我的订婚宴上，宋延彻喝得酩酊大醉，甚至不惜上台质问我为何要嫁给别人。坐在台下亲眼目睹这一切的苏楠，猩红着双眼，当众讨伐我的不是。云清，现在圈子都知道他对你念念不忘，而我这个苏太太却成为你们之间感情的调味剂，你很满意吧？闹腾的订婚宴现场瞬间安静一片，众人的眼神纷纷落在我们的身上。众所周知，之前宋延彻单方面果断宣布取消跟我的婚约，并扬言自己有了心爱之人，却不想他口中的这个心爱之人竟然只是区区一个保姆的女儿苏楠。因为这件事情，云家扬言今后跟宋家水火不容，生死不相往来。最后这场闹剧以宋延彻豪掷千金娶苏楠进门为结局。只是众人并没想到，这出好戏竟然还有续集。看着此刻站在我面前讨伐我的苏楠，作为未婚夫的沈清晨正想站出来说话，却在背地里被我拦住。转头再次看向苏楠的时候，我的眼底闪过一丝对她的不满。我以为苏楠当了1年的宋太太，言行举止也该稳重一些，却不想还是如此的莽撞粗俗。我看着一脸怒气的她，与之相反，语气淡然地开口：宋太太，管不住自己的男人，就不要来讨伐别人的不是了。最起码我可没有去破坏你们的婚礼，不是吗？颇有内涵的话语传入他的耳内，我看到他的脸色瞬间刷白一片，而我不过一脸平静地扫视着他。1年前，宋延彻告诉我，他喜欢上了宋家保姆的女儿苏楠。虽然他身份卑微，一无所有，但他身上的那股子坚强、倔强，不依靠任何人的性格，却深深地吸引了他。他对我说出这些话的时候，我只觉得可笑。上流圈子里的人，哪一个不是利益至上？联姻、爱情，对于他们来说，不过就是一场明码标价的交易罢了。表面恩爱，你侬我侬，可背地里却各玩各的比比皆是。所以，当宋延彻对我说出这番话的时候，我并不在意。然而，出乎我意料的是，宋延彻竟然会那样疯狂，为了苏楠，果断地选择单方面跟我解除婚约。得知这个消息后的我，并没有发怒，而是一脸冷静地开口质问他，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决定？跟他相比，明明我才是最合适他的人。而后，我听到他叹了口气，可云清，我要的不是合适，是爱情。随即，他缓缓地抬头看我，眼神里是对我毫不遮掩的轻蔑。宋延彻告诉我，苏楠对他的爱是纯粹且没有名利的，而我从一开始就是带着名利接近他的，你知道吗？他告诉我，他不要我的任何东西，包括钱，只希望能够一心一意地陪在我的身边，一辈子。我笑了，我没想到这样愚蠢的话语，宋延彻竟然真的会相信。苏楠拥有了宋太太的身份地位后，得到的只会更多。只是让我感到可笑的是，宋延彻从小就在上流圈子里长大，在见证了这么多形形色色的人与事后，内心竟然还会如此的天真单纯，甚至相信所谓的爱情。也是在那天，我答应了他的退婚，但作为补偿，宋家必须要无条件协助云家开拓海外市场，并且将上瑶的那个项目给我。
宋延彻也不想再跟我有所瓜葛，因此协议很快就达成一致。只是在我离开之际，他却突然叫住了我：“云清，你有没有爱过我？”我没有回答他的这个问题，但是宋延彻，其实我是爱过你的。我的父母也是商业联姻，当初母亲在嫁给父亲之前，心里已经有了心上人，并约定好会跟他结婚。年少的爱情总是那样的单纯清澈，不夹杂任何的顾虑。然而，所有的计划都没有变化来得快，不过一夜之间，母亲就被安排嫁给父亲联姻，连带着她喜欢的男人都被家族安排跟她分手，并且送出国。母亲试图挣扎过，但这所有的反抗终究不过轻如拂毛而已。她还是嫁进了云家，成为外人仰慕的云太太。云家以为母亲既然已经结婚，想必也会收心，却没有想到母亲对于爱情的那份执着，让她坚定地选择在1年后跟父亲离婚，只因为她要去追逐属于她的那份爱情。父亲见她如此执迷不悟，欣然应允，但条件是必须生下孩子。1年后，作为云家千金大小姐的我顺利出生。然而，母亲却在生产那天大出血，永远地离开了人世。父亲因为不满母亲执拗又天真的性子，所以连带着也不怎么待见我。我在云家也渐渐地开始成为不受重视的边缘人物。直到宋延彻受邀来云家做客，他对我表达出友好之情，我们也因此变成了关系不错的朋友。父亲这才开始重新注意到我的存在。毕竟云家不只有我一个千金大小姐，还有父亲2婚生下的儿子云景琛。从云景琛出生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从今往后我在云家的生活并不会好过。他不仅只是我的弟弟，还会是我争夺继承权最大的竞争对手。因此，我每天都给自己足够大的压力，让自己变成父亲心目中一个足够优秀的继承者。可纵然我做出再多的成绩，都不会让父亲的心偏向我。直到我决定跟宋延彻订婚，2家联手，会让我在云家的地位不可动摇。父亲这才松口，答应由我暂时接手云家，成为云家的掌门人。宋延彻曾经救我于水火之中，我对他的那份感激，早就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心动与爱慕。我甚至一直以为他对我也是如此的感情，却不想我们终究还是错过了。我坐在车子里，默默地叹了口气。再次抬头的时候，我的眼底只有坚定，因为我清楚地明白，我不会是我妈那个为爱情奋不顾身的鲁莽者。我的人生中从来都没有失败2个字，爱情对我来说从来都不是必需品。我要做的是永远地站在金字塔的顶端，成为自己人生中的女王。苏南被我这番话对得说不出口，却悄无声息红了眼睛，泪水从他的眼眶里无声掉落，看上去是那样的楚楚可怜，惹人疼惜。也难怪宋延彻当初会为了他选择抛弃我，毕竟用眼泪博取同情这种事情，我从来都不屑也不会做。然而他的话语一出口，却让我下意识地蹙眉反感。云小姐，你现在有了自己的幸福，能不能不要再来打扰我跟延彻之间的生活？我只有他了，如果他不要我的话，你还让我怎么活下去呢？此话一出，周围顿时一阵喧哗，众人的视线纷纷转移到我的身上，我都能猜到他们会在背地里怎么编排我。云家总裁云清破坏前未婚夫婚姻，宋延彻放不下云清，当众告白，试图挽回旧爱。站在不远处的秘书在接收到我的视线时，
立马点头，并第一时间拦截了所有发出去的八卦消息。作为云家总裁，我清楚地明白，一旦眼下我搅入这场绯闻跟闹剧，只会对我今后的工作带来不小的麻烦，更是有损我对外的形象跟口碑。而眼下我的根基还不稳，凡事一旦影响到我的利益，是我绝对不允许的事情。于是我有些不耐，且语气冰冷疏离地对他开口：宋太太，你们的婚姻如何跟我没有任何的关系。今天是我的订婚宴，我可以宽容你一次，但如果再有下一次，我绝对不会这样简单放过你，希望你好自为之。说完这话后，我挥手，保安很快就过来，恭谨地将他们请出了宴会厅。订婚宴结束后，沈清晨带我回了家。路上，男人紧绷的下颚线彰显了他压抑且不快的情绪。直到下车走进别墅，他一把将我拽到沙发上，并栖身而下。沈清晨不快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听着颇为不满，又带着些许的抱怨之情。云清，我不开心，这个狗男人竟然当众毁掉我们的订婚宴，你为什么不让我直接把他丢出去？竟然还不让我说话。我伸出手推开他，跟他保持了些许的距离。我告诉他，我跟宋延彻之间今后都不会再有复合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眼下订婚宴结束，我们会在半年后举行婚礼，成为一对正式的夫妻。听我这样说，他紧蹙的眉头这才微微松开。而后，他带着我好好的去参观了我们的婚房。我没有反对，任由他拉着我跟我介绍这幢价值上亿的豪华别墅。我一直以为他这样的大忙人不会有这样多的心思放在婚房的打扮上，却不曾想他将所有的细节都布置得很好，甚至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将我公寓里的东西都不动声色地搬了过来，就连卧室的装潢都是我喜欢的风格。我怕你认床，所以把床都换成你之前一直睡的那个牌子，就连床垫都是同款。如果你今后有想要更改的地方，可以直接跟我说。他神情认真地看着我，眼眸里只有我的倒影，那副专注的模样，就好像真的是因为爱我才跟我结婚的。可明明我们之间是商业联姻。说实话，沈清晨主动找到我的时候，我颇感意外。沈清晨25岁掌管沈家，在短短1年的时间里面，用自己独特的手腕跟人脉打败了沈家所有的竞争对手。然而，这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事情。让大家感到意外的是，沈清晨竟然会选择跟他们联手，利用他们独有的资源，让沈家一举成为了龙头老大，并开始向政权迈进。这份心机跟谋略，才是让大家真正感到敬佩跟可怕的。沈家有了商界跟政界这样的地位跟权势后，在上流社会的商圈里面，纵然没有人不想要攀附他们，但大家也清楚地明白，沈家不是他们可以招惹的存在，所以众人都默契地对他们敬而远之。因此，他主动提出要跟我商业联姻的时候，我只觉得他是在跟我开玩笑。毕竟我的身上没有他想要的任何东西，包括利益。云小姐，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为了彰显我的诚意，我可以无条件帮助云家度过这次的经济难关。这里是10亿，也是我的一点心意。沈清晨既然能够让沈家坐稳龙头老大的位置，自然来找我的时候也是有备而来。他清楚地明白，云家纵然有我在维持，但随着商界竞争越来越大，以及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云家在背地里已经背负了5个亿的债务。如果眼下再找不到足够强硬的合作伙伴进行融资，恐怕不久之后，
云家就会真正的没落。所以那天，纵然我不知道沈清晨对我究竟打的什么算盘，但我还是接受了他的提议，利用这场商业联姻来帮助公司渡过难关，也让我再次巩固了在云家的地位。父亲知道这件事情后，自然不会反对，甚至点点头，夸赞我做得好。云清，强者慕强，沈清晨只会是比宋延彻更好的存在。你做得很好，放心去做吧，万事有沈清晨在，不会有问题。我当然知道，沈清晨这3个字不仅仅代表沈家，更代表着我以后的仰仗跟依靠。只是让我感到挫败的是，原来父亲从来都没有完全信任过我。在他的眼里，我从来都不过是一个联姻的工具罢了。他也从来没有爱过我。闺蜜为了庆祝我订婚快乐，特地给我准备了一个派对。推开包厢的门，我就看到坐在不远处的宋延彻跟苏南。我一出现，宋延彻的视线就紧紧地落在我身上，好半晌都没有移开，而我只是对着他淡然一笑，随即迈开脚步走到闺蜜的身边落座。等我坐下后，闺蜜忙不迭地放下手里的酒杯，对我开口，语气颇有些许的不满之情。云清，我可没有邀请他们过来呀，是他自己不知道从哪里得知这个消息，竟然主动找过来的。不过他过来也就算了，竟然还把那个不上台面的女人也一起带过来，真是倒胃口。我不想讨论这个话题，于是落下一句，随他。对于跟我没有关系的人，我自然不会再多费心思在他们的身上，但也不会跟他们撕破脸面。毕竟成年人的世界，有什么事情是不能一笑置之的呢？见我如此坦然不在意的样子，闺蜜也不再说什么，开始庆祝我订婚快乐。围在周围的朋友见状，瞬间开始纷纷起哄。正当大家热闹成一团，其乐融融的时候，苏南却猛地放下手里的红酒杯站了起来，清脆的玻璃碰撞声惹得众人纷纷将视线都落在他的身上。包厢内也瞬间安静成一片，大家面面相觑，不明白他这是又发什么神经。可苏南显然没有意识到此刻自己行为的不妥，只见他紧绷着脸，对着宋延彻一脸不满地开口：“宋延彻，你跟我过来一下。”说完这话后，他甚至还用余光剜了我一眼。两人从包厢内齐齐离开。与此同时，门外的吵闹声很快传到众人的耳内。苏南尖锐的声音大的就像是故意让大家都听见一样。上流社会最喜欢的就是八卦，眼下这样上赶着的八卦，只怕更是对他们的胃口。我坐在沙发上，摇晃着香槟，听着门外的吵闹声。苏南的声音听起来很是伤心，他一开口就谴责宋延彻的不是。宋延彻，你究竟什么意思？从你不邀而来这个宴会的时候，我就觉得你奇怪。果然，云清一出场，你的眼神就直勾勾地放在他身上。你把我这个老婆放哪里了？宋延彻深呼吸一口气，语气冰冷地开口，说话声音轻一点。这里是大庭广众，不是让你随意撒野丢脸的地方。片刻的沉默后，苏南哽咽着，沙哑着声音开口：“我丢脸。”而后他开始疯狂地大笑起来。是啊，我不过就是一个保姆的女儿，带我出去，你自然会感到丢脸了，所以你才会这么放不下云清，对不对？既然如此的话，那我就成全你。还没等宋延彻反应过来，拉住他的手腕，包厢门就从外面被猛地推开。挂着泪痕的苏南像吃了炸药一样冲到我的面前，那样鲁莽又愚蠢地对我开口：“云清，你不是一直喜欢宋延彻吗？我现在退出，我把他还给你了，你如愿了。”宋延彻眼看苏南的情绪逐渐激动，
他很快就跟着冲了进来，一把紧紧地拉住他的手腕，想要带着他回家。你在发什么神经？搞清楚，这里不是你可以随意撒野的地方。你不要脸，宋家还要脸，给我乖乖闭上嘴巴回家。但凡苏南聪明一点，都应该知道，既然宋延彻都这样说了，其实就已经是给他台阶下了。他眼下应该做的，就是乖乖跟着他离开这里。可情绪上头的苏南哪里会明白宋延彻的言外之意？他听到这话，只一味地认为宋延彻是不忍心他这样责骂我，于是一把狠狠地甩开他，并用自己修长的手指着我，更加歇斯底里起来。回家干嘛？宋延彻，那里是我的家吗？你跟我结婚，可你竟然满脑子想的都是云清。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的日记里满满当当都是他的名字。你喝醉酒的时候喊的也是他的名字，甚至你在暗地里一直关注着他的一举一动。宋延彻，这就是你当初亲口承诺我的一心一意吗？如果你看不起我，甚至不喜欢我的话，当初就不应该来招惹我。我早就说过了，我虽然穷，但我也是个有骨气的人。如果你真的这么放不下他，那我们就离婚。我把宋太太的位置给你腾出来。宋延彻的手背青筋暴起，他无法再继续容忍，对着苏南就是一顿大吼：苏南，离婚而已，你别以为我不敢。苏南愣住了，包厢安静成一片，而后清脆的巴掌声打破了这份诡异的安静。宋延彻被苏南当众狠狠地扇了一巴掌，他甚至还开始疯癫地笑起来，边笑边哭。宋延彻，你后悔了吧？你终于说出自己的真心话了，对不对？声音颤抖，带着一股撕心裂肺的感觉。宋延彻的脸被打得偏向一旁，他一言不发，开始陷入沉默。我不想再继续待在这个乌烟瘴气的地方，于是拿起包包起身就准备离开。可苏南却拦住了我的去路，他的眼眶猩红一片，双眼怒视着我。云清，看到我们吵架你很开心吧？从一开始你就见不到我们好，你这个不要脸的贱人，狐狸精！难听的话语从他嘴里迸射而出。我冰冷着一张脸，伸手从桌上拿过一杯冰水，对着他的脸从头浇灌而下。尖叫声响彻整个房间，却没有人敢站出来阻拦我。宋太太头脑发热，言语不清。我这是让你好好的冷静一下，不用对我多加言谢。还有，上次我就警告过你，如果再有下一次，我绝对不会这么轻易的放过你。看来你是对我的话置之不理了。既然如此的话，那我不介意好好教教你。什么叫做祸从口出？我将杯子丢在他的脚边，杯子很快碎成一片，玻璃碎渣无情地刺进他的脚踝，刺痛感让他蹙眉不满地看着我。苏南，自己管不住自己的男人，就不要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卸到别人的身上去。你宝贝他，在我眼里，他根本就算不上什么东西。苏南被我这话说得脸色苍白，冰水让他的发丝狼狈地挂在脸上。他不服输地对我开口：你竟然敢泼我！下一秒，清脆的巴掌落在他的脸上。泼你就泼你，难道还要选日子吗？我告诉你，你今天敢在这里动我一根汗毛，明天我就让你再也见不到太阳。如果你不信，大可以试试看。上位者的威严，不怒自威。我的声音不响，甚至云淡风轻，但苏南却不敢再对我动手，甚至全然没有方才那副咄咄逼人的模样，因为他清楚地知道沈太太的身份，捏死他这样一个嚣张愚蠢的蝼蚁，简直就是易如反掌。他以为之间嫁给宋延彻，成为宋太太，就可以拥有他完整的爱意，却从来都不会知道，
对于上流社会来说，爱情是最没用的东西。那些富太太们只会用自己手里的人脉跟实力来让丈夫离不开他们，而苏南这个愚蠢的女人却只会撒野。我接过闺蜜递过来的湿巾，当着她的面擦拭干净自己的双手，并将湿巾丢在她的脸上。苏南，如果你足够聪明，就该知道好好的维护自己。今时今日，宋太太的地位才是你当下最应该做的，而不是一味的只知道消耗一个男人对你仅存的爱意，不然到时候输得一无所有的那个人只会是你。还有，撒野之前先擦亮你的眼睛，我云清不是你可以招惹的人。苏南最听不得就是别人提起他的背景，自卑感从他的内心深处源源不断地冒出来。他满脸通红，一脸仇视地看着我。不过就是一个地位，我不稀罕。我告诉你，我最看不起的就是你们这些有钱人，假意惺惺的让我感觉恶心。这话骂了在场所有的人，闻言，他们自然不会这么轻易放过他。有钱怎么了？招你惹你了？你自己没本事还看不起我们，简直可笑。就是见过蠢的，没见过这么蠢的，简直就是出来丢人现眼的。严彻，你这老婆要好好管管了，连话都不会说，就不要带出来跟我们一起玩了。所以说呀，不是同一个圈子里面的人，终究是融不到一起去的。宋延彻被大家你一句我一句的话说得脸面全无，只能低头弯腰跟众人道歉，最后将苏南给带走了。一场闹剧就此完结。只是苏南在众人的心中都落下了一个愚蠢的标签。那天之后，我没再见到宋延彻跟苏南，关于他们的消息也是从闺蜜曼曼的口中得知的。咖啡厅里，曼曼跟我讲了一个关于他们的故事。原来苏南在嫁给宋延彻成为宋太太之后，自尊心作祟，生怕别人说她是飞上枝头当凤凰，又或者仰仗宋家，于是处处跟宋家划清界限。宋延彻起初跟她提议，想要让她做一个全职太太，帮她打理好家庭琐事，每个月再给她一笔不菲的费用。可苏南坚定地拒绝他的提议，还说自己一定要找一份工作，不甘心就这样成为一个全职太太。然而，苏南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大专毕业，也没有什么特长，就算是去外面找工作，也只能找到一个月3000薪资的文员岗位。而听说宋延彻让他做全职太太，一个月少说也会给他10万的补贴。不仅如此，他还告诉他在宋家做保姆的母亲，让他不要因为他的身份恃宠而骄，安分地在宋家做好自己保姆的工作，并且还拒绝了宋家想要对他母亲涨薪资的想法。苏母生来就是本分的女子，对女儿的话自然不会反驳，但其实宋家想要给他母亲涨薪资，并不仅仅是因为苏南是他们的媳妇，还因为苏母在宋家做事向来勤勤恳恳，这份薪资自然也是他应得的。可苏南却觉得他们的这个说辞就是借口。一来二去，宋夫人见这个儿媳如此固执，也就不再多说什么了。然而最近又发生了一件事情，苏母突然被检查出来患上了脑瘤，医生说最好的治疗就是送到国外治疗，因为国外的医疗设备先进，对于术后恢复也有更好的帮助。宋家知道这件事情后，二话不说就想要伸出援助之手，不仅可以将苏母送到国外，而且治疗期间的所有费用都会由宋家承担。可苏南却固执地拒绝了，他觉得不管怎么样，自己都不能麻烦宋家，更是放话，自己当初嫁给宋延彻，看上的是他的这个人，
跟他的身份地位没有任何的关系。我不想这一次的帮助今后让众人在背后嘲讽我是仰仗宋家，我不想被人看不起。苏母虽然知道女儿的性子，但这件事情事关她的性命，她祈求女儿同意宋家的帮忙。妈，我不会让他们帮忙的。国内的医疗科技也足够发达，我们在国内也一定能想到办法的。没有足够的钱财跟人脉，苏南最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母亲就这样离开他。其实宋家对他还是挺好的，从来都没有因为她是保姆的女儿看不起她，是她自己性格太过于敏感扭捏，才会将所有的事情都搞得一团糟。后来宋母见他宁愿守护自己不值钱的面子，也不愿意让他们帮忙救人，看他的眼神反而变得鄙夷起来，慢慢喝着咖啡，吃着糕点，颇为感慨地对我开口：你说这个苏南脑子里想的都是什么东西？她居然说嫁给宋延彻是因为那虚无缥缈的爱情，而不是金钱跟地位。我还以为她一个保姆女儿能够让宋延彻不惜跟你取消婚礼也要选择他，还以为她有多大的本事呢。搞了半天竟然是个脑残吗？我抿了一口咖啡，淡笑着开口：不过尔尔，苏南这种人表面看上去跟我们不一样，倔强坚强的要命，但其实骨子里空无一物。他不过是利用这种虚假来伪装自己罢了。偏偏宋延彻眼瞎地看上了他。聊完八卦后，我就回去了公司。自从我跟沈清晨的订婚宴结束后，不少公司纷纷对我们抛来橄榄枝，一时间项目增多，连带着我的工作都忙碌起来。这天我到家的时候，已经凌晨1点。打开别墅大门，换好鞋子，我累得直接就躺在沙发上，懒得动弹。迷迷糊糊中，我落入了一个温暖的怀抱，带着我走向2楼。累的话，就早点下班回家休息。沈清晨的身上总是带着一股让我莫名安心的味道。我点点头，没再开口说话，就这么沉沉地睡了过去。再次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2天早上。身旁的男人已经了无声影，掀开被子，这才发现身上的衣服已经换成了真丝睡衣，脸上的妆都被仔细地卸掉。洗漱好下楼的时候，餐桌上摆放着来自沈清晨的爱心早餐。这一刻，我突然感觉跟他结婚好像也不错。这天，我跟沈清晨出席一场商业晚宴。宴会举行到一半，他被合作伙伴叫走，我则一个人在宴会厅游走着。然而我没有想到，这个世界竟然会如此之小。宋延彻显然看到我，他举着红酒杯就迈步朝着我走过来。见到他，我微微蹙眉，转身就准备离开，却不想被他快步追了上来，并一把扯住手腕。云清。我不动声色地挥开他的手，并后退一步，跟他保持了良好的距离。宋总，疏离的称呼让他的唇角勾起一抹苦笑。云清，我们之间什么时候变得这样生疏了呢？明明你以前很喜欢我。我蹙眉打断他的话。往事如烟，做人应该往前看才对，过度的沉迷过去，只会影响我的成长。更何况，从他决定要跟苏南结婚的那一刻起，我就已经放下对他的那份喜欢了。闻言，他眼眶通红地看着我，伸出手紧紧握着我的肩膀，对我好一顿的忏悔。云清，过去的事情是我对不起你。那天苏南说的都是真的，跟你分开之后，我才发现自己真正喜欢的人是你，是我错了。所以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来好好的弥补你？你想要的东西我都可以满足你，你想要项目、金钱我都可以给你。云清，跟我在一起好不好？
看着他这副廉价不值钱的模样，我真是感觉恶心。我伸出手推开他：“你喜欢我，我就要马上回到你的身边吗？”宋延彻，我告诉你，我云清从来都不吃回头草。当初你做的坚决，甚至单方面跟我取消婚约，那样坚定地说苏南才是你最爱的那个人。说实话，我还挺佩服你的勇气，但如今看来，你根本就是一个愚蠢的男人，从来都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甚至等到后悔了才知道珍惜。可是啊，这个世界上从来都没有后悔药。我剜了他一眼，而后潇洒转身离开，独留他一人失魂落魄地看着我的背影。然而我没有想到，这一幕竟然被宴会厅偷溜进来的狗仔拍到，不过1个晚上的时间就冲上了热搜。秘书给我打电话问我要不要处理的时候，我正翻看着狗仔写的报道，联系公关部门，这个热搜一定要给我挂个3天3夜。这份钱要是赚不到自己家的口袋，让他们都给我写辞呈走人。左右都已经上了热搜，作为商人的我，何不好好的利用一番这个噱头？然而，吃瓜群众的热度却异常高涨。我看着报道下面的一条条八卦，有人猜测宋延彻变心，苏南沦为豪门感情的玩物，终究还是被抛弃了。还有一部分人谴责我都已经跟沈清晨订婚了，竟然还不安分，勾引自己的前未婚夫，真是可笑。他们是哪只眼睛看到我勾引他了？而苏南自然也不会放过这样好的责骂我的机会，在网上跟着无脑网友讨伐我的不是。闺蜜看不下去，也请了一波水军开始对人，一时间网上闹腾得很。这件事情自然也传到父亲的耳中。父亲的电话打过来的时候，沈清晨正开车接送我下班回家。知道这件事情后，他告诉我跟我一起回去。翌日，等我们踏进云宅的时候，云景琛正翘着二郎腿，玩世不恭地坐在沙发上。见我出现，他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嘲讽我的好机会。哟，云家的大忙人可终于出现了，要不是爸给你打电话，恐怕你都忘记自己叫什么了吧？我淡淡地看了他一眼，忙是好事，最起码不会像某人一样闲得整天无所事事，还被人背地里说是纨绔子弟，不学无术的废物。你说是吧，弟弟？云景琛闻言瞬间暴走，他站起来冲到我的面前，扬起手就想要扇我巴掌。你这个贱人，竟然敢这么骂我，看我不好好教训你！然而他的巴掌自然不会落在我的脸上，因为沈清晨挡在我的面前，一只手直接拦住了他。云景琛，谁给你的胆子动我的人？云淡风轻的声音却带着那样明显的威胁跟不好惹。云景琛不敢再随便开口，却也咽不下这口气。最后他阴阳怪气地开口：沈总果真是大人有大量，云清出了这样的花边新闻，沈总都能容忍他。不过沈总，你就没有想过无风不起浪，苍蝇不叮无缝蛋？也许这些都是事实，也说不准呢。这次还不等沈清晨开口，我直接走上前，对着他的就是快很准的一巴掌。不会说话是吧？姐姐不介意好好教你。云景琛从小被捧着长大，从来没有人敢这样对他动手。眼下这个清脆的巴掌让他气得脸都扭曲了。可他碍着眼下沈清晨在面前，纵然有再多的怒火，都不能随意的发泄，只能对着我咬牙切齿的开口：你敢说我说的不对吗？你跟宋延彻从小一起长大，如果你们之间没有情分的话，怎么会有这种绯闻出现？你甚至还纵容这些照片光明长大的流放在市面上，这不就是你对他余情未了最好的证明吗？
我不怒反笑，对着他嗤笑了一声，说他愚蠢没脑子，真算得上是在夸他了。眼下我跟宋延彻的绯闻照片流转到市面上，与其花费大笔的金钱跟人力将消息拼命地压下来，不如反其道而行，让云氏集团的公关部门大肆宣扬此事，利用这个绯闻来让大众将更多的关注力放在云氏集团上。这样一来，既有利于云氏的股份，又能够让公司好好的赚一笔，一举两得的事情，何乐而不为呢？他站在原地，听我分析完事情的利弊后，呆愣又懵逼地看着我。楼上，父亲缓缓地走下来，自然也听到了我的这番言语，对着我投来赞赏肯定的眼神。还有一件事情，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那些照片就是你安排人拍的。你在背地里诽谤我，造谣我的绯闻，我看在你我同是云家人的份上，可以不跟你计较。但是弟弟，你可要明白一个道理，就算没有我云家，也不可能落在你的手上，因为你根本就没有这个能力。听到这话，云景琛气得一口气没上来，差点当场晕倒。云景琛从一出生就被予以重望，就是因为这样重视他，以至于父亲对他很是宠溺，只要是他想要的东西，都会第一时间满足他的要求。而长期处于这种饭来张嘴衣来伸手的环境下，自然也养成了他不学无术的性子。等到父亲察觉到事情严重性的时候，自然已经为时已晚。因此他生平最讨厌的就是别人说他没有能力，是个纨绔子弟。眼下见父亲也没有开口为他说话，他气得当场摔门离开。沈清晨牵着我的手，与我十指相扣。他抬眸看向父亲，眼神坚定，神色清冷。爸，那些八卦都不能作数，我跟云清之间感情很好，沈太太这个位置只会是她。见状，父亲很是欣慰放心的点点头。果然如我所料，我利用跟宋延彻的绯闻，将云氏集团的股份涨幅不少。后来我又跟沈家强联手，在短短的1个月内，将云氏集团的财经报表飞涨到一个全新的高度。1个月后，父亲正式召开了董事会，将公司全权交到我的手上，并将他名下10%的股份转给我。由此一来，我成为了云氏最大的股东，再也没有人可以动摇我的地位。为了庆祝我掌握实权，父亲特地举办了一场商业晚宴，邀请了商圈里面有权有地位的人一同参加，这其中也包括了宋家。昔日的分歧仿佛不曾存在。这一次，我们握手言和，毕竟我们都清楚地明白，在商场上多一个朋友就是多一条路。宋母见我如此大方明事理的模样，拉着我的手就是一顿夸赞。我从小就喜欢云清，不仅长得漂亮，在处理事情方面更是妥帖。只可惜呀，我们家的那个没福气娶到你，不然的话，你作为阿姨的儿媳妇，阿姨简直不要太放心。我淡笑了一下，不动声色地看向站在宋母身后不远处，脸色阴沉一片的苏南。简单的寒暄过后，我就陪在沈清晨游走在宴会厅，却在中途被苏南拦了下来。云清，你也不要太过于得意，你以为宋延彻是真的爱你吗？你错了，他爱的只不过是你背后的云家罢了。不然你以为你凭什么能够赢过我？而且像你这样一个只知道利益的女人，根本就不配得到宋延彻的爱，我才是那个他真正爱的人。嘲讽的话语让我扯嘴一笑。我当然明白他会说出这些话，不过是因为从一开始他就羡慕我能够拥有的一切，而他却只能是一个保姆的女儿。
所以他费尽心思的想要去证明自己。只可惜物极必反，甚至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以至于最后不仅得不到宋延彻的爱情，就连商圈里的人连带着都看不起他。他甚至愚蠢地以为宋延彻喜欢我是因为我背后的云家，固执地认为有些人的优秀并不是他们自己本身付出的努力，而是他们身后的家庭或者仰仗着外人的存在才有了这样的地位背景。难道女人就不能是自己的依靠吗？沈清晨将我抱进怀里，我夫人能力远在我之上，家事公事都是她说了算。但也有一句话，我想告诉你，结婚不仅为了让彼此变强，更是为了双方能够有个依靠。只要他需要，只要我有，我绝对悉数双手奉上。更重要的是，目前还没有比我更加有能力的男人，不是吗？我转头看他，落入他那样深情看着我的瞳孔。那天之后，我跟沈清晨之间的关系突飞猛进。他果然说到做到，利用自己的人脉资源，将很多项目都交给云氏，试图将云氏打造成第二个商业帝国。甚至在空闲的时候，还会带着我去全国各地度假。就在我们相处融洽的时候，宋延彻离婚的消息却传入了我们的耳中。他们之间曾经那样恩爱的场面，就像是美丽的泡沫，而当泡沫触碰到阳光，只会在瞬间消散。离婚后，宋延彻似乎成熟了不少，在感情方面也不再单纯，甚至学着接手宋家。可他经商能力平平，宋家在他的带领下，业绩一年不过一年。后来他求着想要跟我合作，却被我都果断拒绝了。而另一方面，苏南也辞去了文员的工作，据说他回到了老家，整日以泪洗脸，不明白为什么自己只是单纯的想要得到宋延彻的爱，最后却会落得这样失败的下场。他至今都不明白，他们之间的问题就是他太过于单纯的想要得到一份爱情。成年人的世界，爱情从来都是跟利益挂钩的，没有利益的爱情就像是一盘散沙，风一吹就不见了。然而这些都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了。我看着厨房里面为我动手做汤羹的男人，我想，也许这次我赌赢了。事业跟爱情我都已经拥有了。感谢大家的观看，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真情人间，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